谁能想到，在湖南的一座小镇里，竟然聚集了古树、古塔、古桥3样文物，前后相差不超过50米的距离。他们守望历史，沉默矗立，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光阴的故事。到底是古人的智慧结晶，还是暗藏不为人知的玄机？话不多说，跟着我的脚步一探究竟。哎，你好，这个塔一开始就有吗？有几百年了。有几百年了。以前你这房子旁边就是你塔就在这里啊？对。你的房子以前就挨着塔吗？应该是后面才修过来的吧？后面修的房子。啊，你后面修的房子。以前这里是老房子，是清朝手里，清朝的时候这里是老房子。清朝这里是老房子。这拆了，后来又起。这是你们以前的祖宅。对。啊，挨着房子跟这个塔挨得那么近吗？以前就啊。以前是那个木房子。啊，木房子可能离这里还是有一点点距离了。这个塔看看啊，有道光年差不多是200多年，200多年的塔了。那个桥你多少年你晓得呗？这个桥比这个还要老。这个桥比这个塔还要老。这个是青石桥啊，这个是用糯米砌的。糯米砌的。啊，你都是在这里从小长大的了。嗯，这个桥上面没有文物保护碑。有。在哪边？那个限高那个边上。限高边上那不是文物保护碑，是个牌子，就是个普通牌子。已经有一块倒了不知道去了。再来一个樟树，这个樟树还更老。啊，樟树我看到了，这上面好像没有看到啊。没有。啊，没有简介啊。这其实蛮溜滑的。对，以前是有一块不知道放在这里，好像。啊，以前这个文物保护碑在这里。它这里有的吧，倒了吧。啊。这里可能是到这里。是的。可能有这么长吗？啊，以前大概有接近50、70、80公分长了。对。这么长倒掉了吗？嗯。啊，这个桥以前那差不多有500年吗？这座桥？那个差不多。这个桥本来是有4孔的，现在剩下1孔了。哦，以前这个桥还有4孔啊？是从这边4孔呢，还是往那边到4孔？这下面有1孔嘛？啊，这下面是1孔嘛？是。这个下面有1孔，那个下面有1孔嘛？啊，这里1孔2孔嘛？这里有1孔。因为你说你的房子在那里以前就有一个木房子嘛，那里肯定不是孔嘛。对。应该是往那边孔位是往那边走。这里有1孔。啊。这下面是1孔。是的，这里1孔，这里1孔。这现在这1孔。等于这里以前是一个4孔桥，现在变成单孔桥了。那不得很大很大？那以前可能这边的河道以前也更宽的哦。因为以前那个桥更长一点，它是往一边走的，现在修一下就修往两边，有两边了嘛。啊。可能是往一边下去的。往这边是个坑。啊，这是一个坑。对。它是这样下去的，这边是空的。啊。现在修一下就修到往两边走。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特意过来看看这座桥啊，因为这3样的东西，你看，塔、桥、树相隔就是100米的样子。这个上面有一个东塔，那个桥洞啊。哎，我看到了。两边是3孔，这个是3孔。啊，3孔桥。对，这边有孔，那边有孔。是的，全部堵住了。以前的河道更宽。这个是设计的一个全形的这石墩。嗯。这个是石墩嘛？是的。两边都有孔。嗯，是的。这个是青石板桥嘛？嗯，这个青石板桥完全不同的。以前估计这里经常通车了。走。这里是个主道嘛？以前是个主道。那里路都没有。啊，以前那边是没有路的。这边也没有的。啊，前面也没有路。这里是一条铁路。啊，这里前面是条铁路。到浏阳的那个小火车。啊，小火车。
就那个桥上面是铁路。啊，现在那个铁路还通着吗？还是废弃了？废了，早就废了。啊，已经废掉了。现在修到路去了嘛。啊，变成公路了。以前那你们这里以前你们祖辈那就完全靠这条路进出了。这路条主干道，那个主路，啊，走这里过，反正这里过就过不去了。啊，是的。跑到山去了。哦，明白明白，好，谢谢。这边都是新，两边都是新修的路。哦，好，行，谢谢，了解一下，因为这里不是很熟。好，谢谢你大哥。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兰，祝大家朝朝人，夕夕安澜。现在我来到了一个乡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古塔。当然，今天的视频不只给大家分享这座古塔，还有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古树和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桥，这三个文物交相辉映，让这座乡村变得更加有厚重的历史韵味。现在就让我们近距离去看看这三个历史文物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醴陵市。这三个文物啊，它们前后相差的距离啊不超过100米。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一座几百年历史的青石板桥。现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呢是一座西之塔，但是这座西之塔是我们拍塔视频以来啊第一次看到的砖塔。以前我们有说过，像塔呀，它的材质划分为木塔、铁塔、石塔、砖塔，还有花岗岩塔。但是我们眼前的这座塔呢，它叫仙石砖塔，位于湖南省醴陵市，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立的。整座塔，它的塔基到塔顶全部都是用红砖砌筑而成。这座塔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先看看这座塔的文物保护碑上面是怎么样来做一个介绍。但是这座塔啊，已经被破坏了一些。你看看这个塔基部分呢，这个红砖呢，这些青砖呢裸露的比较严重。它这个地方完全都塌陷了。而且呢，这个塔里面以前它都是用那个鹅卵石，再加上当地的一些泥土啊、沙石把它垒砌而成。当然，这座塔，用砖来砌筑啊，它还是保留了接近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是关于仙石砖塔的一个介绍。位于醴陵市浦口镇仙石村，始建于清道光末年，由青砖砌成，塔有5级，四面内空，塔高17米，边长1.6米。这是醴陵市仙石砖塔的一个介绍。在整个醴陵境内，保存不多、塔身保存较完整的一座砖塔。这座砖塔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四周都是民宅。刚刚在视频的开头部分，我们有跟这栋房屋的主人的大哥呀，跟他有详细了解了关于这座塔的一些历史，以及它旁边的这座古桥。以前这座西之塔就处在民宅范围内。西之塔的目的啊，就是方便居民啊将用过的纸张、帛书、书简以及任何有文字记载的物体，全部要放到这个塔里面进行文章，而不能够随意丢弃。这就是西之塔的目的。所以呢，西之塔建在民宅旁边，这是可以理解，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好了，关于西之塔以及
所有塔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以前拍的视频，我们这里就不做太多的介绍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去看看前方30米远的一座青石板桥，已有几百年历史了。这座桥啊，刚刚旁边这位大哥跟我们讲，桥的历史比这座塔的历史还要久。以前呢，文物保护碑站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桥面已经坍塌了，文物保护碑啊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判断这座桥具体的始建年月以及这座桥的相关的详细介绍。我们只能够通过刚刚这位大哥给我们的介绍说，这座桥啊，以前是属于山东两孔的一座青石板桥，以前整个村民啊，他们的进出都只能够通过我们眼前的这座石板桥进出。以前呢，可以走机动车、摩托车，但是随着这个公路的兴起啊，包括我们镜头前方这条国道，以及我们这边镜头的国道修成以后啊，所有的一些机动车呀，还有摩托车啊等等，都不会再经过这里了，所以这条路呢就变成了居民的一个简易桥了。但是在15年以前，这座桥它所承载的历史责任呢，会非常大。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个溪水啊，里面还是比较清澈的，所以虽然这个河道两口啊垃圾遍地，但是里面的溪水还是非常清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的石墩啊，还是非常清晰可见的，它是一个全形结构。然后另外一侧呢，它也是有一个全形设计的一个石墩，所以当初这座河道啊，以前也是比较宽的，只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然后很多居民啊都聚集在这一块，让眼前的这条河道啊变得比较狭窄了。地上的青石板都被人们踩得光溜光溜的。是的，你看看这个青石板，都是锃亮锃亮的一条青石板的，而且它整体的这个宽度啊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桥面啊，它都有非常多的这种绿苔藓，所以这座桥啊，它的历史感呢非常的厚重。我们走到这一侧，看看桥墩下方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吧。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整个桥墩下方我们没有看到刻有类似于这种蜈蚣啊、葫芦瓶啊、宝瓶啊，还有这些八卦头啊这样的一些装饰设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桥啊，它全部是用大块的花岗岩来进行搭建的，所以这个桥的牢固性啊、结构性啊还是非常的合理，设计呢也是与众不同，所以整座桥啊能够保存几百年，甚至能够在这个桥面上走机动车，可以看出这座桥当初的设计以及它的城镇啊都是与众不同的，好吧？现在我们就去看我们正前方的一棵有1000多年的古樟树了。现在这座桥因为已经没有以前原有的样貌了，我们就没办法去做太多的介绍。我们去看看那一棵上千年历史的古樟树，
也是处在民宅里面。这是一条非常热闹繁华的街道，旁边就是一座小学。这棵樟树跟我们以前拍的一点都不一样。看这个樟树，完全是在街道两侧，而且是直接直通居民家庭。这里都被砍掉过一只。如果这里不砍掉，它就会到别人家里去。这个樟树有1000多年的历史，一丁点都不奇怪。我们可以看看上面的这些枝干，非常的粗壮，而且它就在紧挨民宅，相当于一颗守护神。还是2018年立的。这个街道的宽度大概在5米左右。以前这里是一条非常繁华、川流不息的一个车道，但是随着国道线改道，然后这里就变成一个居民的内部通道了。前方过去大概是50米远，就是一条国道线。看看，这棵树枝繁叶茂的，生命力非常顽强。我们再来近距离看一看这棵树。它这棵树其实是空心的。这树已经空心了吗？看看这个上面，外面的一层皮都干枯了。但是这个树呢，生命力非常的顽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居民应该把它视为一棵神树了，没有人对它进行任何的一个破坏。然后这一块已经是空心，这里是做了一些填充。这里好大一块。这里也是做了一些填充，这下面应该有一大半都空心了。是的，因为这个树是朝房子的另外一侧倾斜，所以幸好有房子来进行一个支撑，所以这个树呢，刮大风下大雪都问题不大了。古话说得好，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看看这个树木，它的时间是1010年，这是2018年公布。那么到今天为止，就有1017年了。这是一棵樟树。樟树是最好长的树。这棵樟树，如果是拥抱它的话，需要6个人才能抱得住。看这边就是别人的家里，非常的近。所以我们参观了那么多古桥、古树、古塔，今天到了这个地方就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全部处在民宅范围以内，与众不同。我们到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樟树直达天顶。所以住在这个樟树下面的这些民宅夏天不会太热。哎，老人家，问一下，以前这个树旁边有房子吗？以前这个树旁边有房子吗？有。一直就有以前就是这里有房子。这里面有房子，这边有房子吗？都是把这个加一套。
啊，以前就是树这旁边就是街道。在这是街道，新街是老街。一个老街。刘洋是那里去？哦，以前这是一条去浏阳的必经之路。浑然刘洋。啊。必经之路。必经之路，但是这个树的话也是以前这个树就有，街道也有。不知什么名头的。啊，你也不是很清楚。没有什么名头的，知道什么名头的。啊，不知道具体的年月。不知道。啊，这个只是根据一个树龄的测算了。啊，好的。这个。你们以前的房子就在这个树下面吗？那不有上百年了吗？那个树啊？我说你们这房子，啊，以前是一个木房子还是什么？一个小房。啊，一个小房子，然后后面就变成一个高楼了。啊，你们一直就生活在这个树下面，那很舒服啊，夏天的话。可能冬天的话就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了。夏天这里完全不热了。这棵古树，没想到啊，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我们参观过的古桥和古塔，它们的做工也是十分的巧夺天工，保存了几百年，仍然屹立不倒。我真心的希望这3个奇观能够被保存下来。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